大家好，我是 Button 的资深小编 Nancy， 欢迎观看我们关于记忆力和注意力的视频。您是否曾经为记不住重要信息而苦苦挣扎，或者发现很难专注于某项任务？如果是这样，您并不孤单。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这些挑战，无论是为考试而学习，努力在最后期限前完成工作，还是只是想在长时间的会议中保持专注。幸运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我们将集见科学论文的最新科学研究和专家见解，在本视频中与您一起探索和讨论相关的知识与内容。因此，无论您是学生、专业人士，还是只是想提高认知能力的人，都可以了解一些有助于您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的实用技巧和策略。让我们开始吧。首先，让我们讨论什么是记忆力和注意力，以及它们的工作原理。记忆力和注意力是最重要的两个认知功能。记忆力使我们能够存储和检索信息，而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一项任务或活动。这些认知功能对于日常生活至关重要，无论是记住重要信息，还是完成复杂任务。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是复杂的器官，需要大量资源才能发挥最佳功能。那么，我们的大脑需要什么才能获得一流的认知能力？第一，充足的能量供应。我们的大脑需要燃料来维持运转。葡萄糖是我们大脑的首选能量燃料，它以不依赖胰岛素的方式被神经元吸收。一旦进入细胞，葡萄糖经历普通的糖酵解以产生 ATP， 这是通用的能量货币。虽然葡萄糖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但大脑也可以将酮体转化为糖酵解产生的相同分子。长期进食或生酮饮食期间，肝脏中的脂肪酸会产生酮体。研究表明，酮可能对认知有特定的好处。然而，在葡萄糖和酮都缺乏的情况下，例如极端低热量饮食，认知功能可能会受到挑战。尽管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有多种产生能量的方式，例如增加自噬但不允许产生足够的葡萄糖，或提供足够的脂肪来产生酮的低热量饮食可能对认知功能有害。上述这些代谢反应都需要 B 族维生素、α 硫辛酸镁、锌和锰等营养素作为底物、辅助因子和酶成分。因此，如果缺乏这些营养素，会破坏能量生产、摄取或利用，从而损害认知功能神经元中的能量。补充这些营养素可以支持适当的能量供应，特别是对于缺乏能量的人。第二，充足的血液供应。大脑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器官，每次心脏跳动输送的血液约 15% 都会输送给大脑。大脑中适当的血液流动对于氧气、葡萄糖和其他常量和微量营养素的输送至关重要，因此支持心血管功能与维持适当的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一些营养素如叶酸钾和维生素 C 已被证明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而吸烟和饮酒可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简单来说，任何支持或损害血管健康的东西都可能影响脑血流量。第三，适当的神经递质合成和活动。神经元传递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电的，在细胞内以动作电位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化学的，在细胞间以神经递质的形式存在。神经递质的化学结构各不相同，包括氨基酸、胺、多肽、嘌呤等分子。在许多情况下，神经递质是由氨基酸在几种 B 族维生素的反应中合成的。某些神经递质的合成需要额外的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C、锌和胆碱。一旦这些神经递质被合成，它们就可以被释放到突触中，与其他神经元结合。营养物质也可能影响神经递质的结合。研究表明，维生素 B6 可以抑制 GABA 与突触后受体的结合，并且在妊娠和哺乳期，缺乏 B6 可以改变大鼠多巴胺受体的数量和强度，就像能量代谢一样。正确的神经递质合成需要足够的氨基酸和微量营养素，缺乏氨基酸和微量营养素会导致健康问题。此外，精神活性药物通过改变神经递质的释放或与受体结合来发挥作用，例如咖啡因部分通过与腺苷受体结合而起作用，从而阻止腺苷本身的结合。腺苷是产生疲劳感的分子之一，所以当咖啡因抑制它与腺苷受体的结合时，我们会感觉更清醒。第四，适当的神经信号和传播。信息在神经元中也以动作电位的形式进行电传递，从神经元体沿轴突向下移动。神经元的轴突也称为神经纤维，由髓磷脂绝缘。髓磷脂是一种脂质致密物质，它也使神经元绝缘。
很像覆盖电线的塑料。髓鞘沿轴突分割留下称为朗维耶淋巴结的小间隙，在那里，离子穿过细胞膜的额外运动可以加强动作电位。当髓磷脂层或轴突的鞘受损或退化时，认知功能就会受损。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身体攻击和降解髓磷脂。众所周知，多发性硬化症会导致肌肉无力和运动功能丧失，但鲜为人知的症状是认知功能受损和记忆丧失。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中，髓鞘损伤的作用进一步强调了髓鞘对认知功能的重要性。营养因素影响动作电位的产生和髓鞘的合成。叶酸和维生素 B12 是维持现有髓磷脂所必需的，铁是产生髓磷脂的少突胶质细胞所需要的。此外，维生素 B1 需要维持神经元的膜电位，这对动作电位的有效传递至关重要。总之，大脑需要特定的营养和条件才能发挥最佳功能。我们通过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和其他健康的生活习惯，满足这些需求，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生中保持一流的认知能力。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些可能影响记忆力和注意力的生活方式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认知功能自然会下降，使我们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痴呆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然而，无论我们的年龄大小，还有其他因素会使我们的认知功能恶化，其中一个因素是宿醉。大量饮酒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的认知障碍，这些损伤包括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力的下降以及精神疲劳和焦虑的增加。这些影响可能源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消耗、能量产生所需的代谢中间体的破坏以及酒精代谢产生的乙醛的毒性。另一个可以恶化认知功能的因素是炎症。炎症是由大脑中常驻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引起的，它会影响神经元的存活或死亡。在动物模型中，小胶质细胞的病理激活会导致过度炎症。研究表明，炎症会影响记忆、情绪、注意力和执行力。这些影响很可能是由海马神经发生减少和神经递质合成和活动减少引起的。睡眠不足是导致认知功能恶化的第三个因素。睡眠不足会导致警觉性和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恶化和执行力受损。这种影响可能是由神经元疲劳引起的，其特征是神经元受体脱敏细胞机制停止有效运作。同时，睡眠障碍还可能在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中发挥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小胶质细胞激活增加所致。此外，睡眠不足对记忆力的影响尤其严重，特别是工作记忆力，也就是同时保留处理和处理多条信息的能力。最后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导致认知功能恶化的因素就是衰老。虽然认知功能的某些方面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执行力、处理速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流体智力往往会3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在晚年缓慢下降。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的风险会稳步增加。总的来说，大脑是一个非常活跃和敏感的器官，许多因素可以通过各种机制促进或阻碍其表现。虽然其中一些因素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它们的影响，例如限制我们的酒精摄入量、充足的睡眠以及参与精神刺激活动以维持认知功能。除了生活方式因素，还有一些膳食补充剂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近年来，随着人们寻找改善健康和福祉的方法，膳食补充剂越来越受欢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膳食补充剂都是一样的，有些可能比其他的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将会介绍主要补充剂和辅助补充剂两个类别。主要补充剂是最有可能提供帮助且不会引起副作用的膳食补充剂。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主要补充剂是蓝莓。蓝莓富含花青素这种黄酮，已被证明可以通过促进血液流动和减少大脑炎症来改善认知功能。研究表明，蓝莓可以有益于情景记忆力和执行力，尤其是对于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成年人。对老年人来说，富含蓝莓的饮食可以在短短6周内提高认知能力。蓝莓的推荐每日摄入量因食用方式而异，蓝莓花青素0.5到1克每天，蓝莓粉12克每天，冻干蓝莓24克每天，新鲜蓝莓60到120克每天，纯蓝莓汁500毫升每天，17盎司每天。必须注意的是，在食用蓝莓时选择真正的浆果，
而不是浆果味的糖分。与真正的蓝莓相比，用人工香料和添加糖制成的更便宜的蓝莓汁几乎不含花青素。将蓝莓换成其他深色浆果也是一种选择。目前还不知道蓝莓会与任何膳食补充剂或药物产生负面作用。然而，花青素具有轻微的降血糖功能，所以当蓝莓与其他降低血糖的膳食补充剂或药物一起服用时，可能会导致低血糖，比如大多数糖尿病药物。辅助补充剂可能会提供适度的好处，但效果不如主要补充剂，而且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第一种辅助补充剂是假马齿苋，这种沼泽植物在传统印度医学中用于改善记忆和认知，虽然对老年人最有效，但它实际上可以为所有年龄组提供益处，不过仅在服用后1个月内有效。也有研究证明假马齿苋可以可靠地改善工作记忆，不过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它是否会影响语言流畅性、文字处理和注意力广度。假马齿苋推荐是每天随餐服用1次，每日摄入量为150毫克假马齿苋苷及假马齿苋中的活性化合物。另一种辅助补充剂是咖啡因和茶氨酸。茶氨酸是一种具有放松作用但不具有镇静作用的氨基酸，它可以在不损害咖啡因的刺激作用的情况下，减少咖啡因引起的过度兴奋。事实上，咖啡因和茶氨酸分别引起的注意力的提高已被证明是协同的。然而，咖啡因并非无害。当你对咖啡因的某些作用产生耐受性时，你就会产生咖啡因依赖。产生耐受性时，停止摄入咖啡因，你就会出现戒断症状，比如疲劳、易怒、头痛，甚至失眠。咖啡因还会与一些药物发生危险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提扎尼定和一种叫做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AOIs 的抗抑郁药。咖啡因还会干扰葡萄糖代谢，升高血压，加快心率和增加排尿等。不管是主要补充剂还是辅助补充剂，大家都应该了解其潜在的益处和风险，最好是咨询过自己的医生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服用补充剂。此外，也必须遵循推荐剂量并监测总体补充剂摄入量，以确保其安全有效。一次服用太多的膳食补充剂可能会阻止你确定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建议最好先单独尝试一种或一组膳食补充剂一段时间，然后再根据效果决定是否需要修改，比如添加另一种补充剂，改变补充剂的剂量，或从另一种组合中加入补充剂。如果您决定在您的治疗方案中添加另一种补充剂时，要有条理。例如，你可能希望服用2种组合的所有补充剂。首先选择你想尝试的组合并坚持几个星期，然后从第2种组合中添加一种补充剂，再等1周，看看它对你有什么影响。继续这个过程，直到你添加了所有你想要的补充剂。对于那些想要改善长期记忆形成的人，除了每日食用蓝莓外，建议在食物中添加假马齿苋及150毫克的假马齿苋苷。对于寻求提高注意力持续时间的个人，除了每日食用蓝莓外，建议在需要增加注意力之前约30分钟摄入200毫克咖啡因和200毫克茶氨酸。如果您不习惯咖啡因，建议从50毫克咖啡因和100毫克茶氨酸开始。相反，经验丰富的咖啡饮用者可能需要超过200毫克的咖啡因才能体验其认知益处。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的茶氨酸剂量应为300毫克。喝茶的人可能不需要补充茶氨酸，咖啡因应根据其刺激作用进行循环。如果它不再提供明显的好处，请停止补充2至4周以重新设置耐受性。同样，咖啡因可以以药丸的形式摄入，也可以通过咖啡、茶、能量饮料和其他饮料摄入。需要注意的是，空腹补充咖啡因可以提高吸收率，但也会引起肠胃不适。另外，如果您服用安非他命，例如 Adderall，请避免服用咖啡因。总之，不起眼的蓝莓是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核心补充剂，按照建议的形式和数量食用可以增强认知功能。除此之外，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和定期的锻炼都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最后，感谢您观看我们关于记忆力和专注力的视频。我们希望您发现此信息有用，欢迎转发给您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感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类似信息视频。